国庆提前休假，我专程定下餐厅，准备给一向节俭的丈夫一个惊喜，却撞见丈夫正以青梅男友的身份宴请他的父母。直到我冷脸走到两人面前，丈夫才将我拉到一边，不耐烦地解释道：“他年纪不小了，总是被老家的亲戚催婚，我就是做做样子，帮他应付一下。”闻言，我却大度一笑，当场拿起2个酒杯塞到2人手里，起哄道：“你俩喝个交杯酒，把婚也定了，这不是双喜临门吗？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话音刚落，丈夫顾南行拿着酒杯的手忽然抖了一下，红酒汁洒到了他昂贵的西装袖子上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失态。此刻，顾南行正皱眉盯着我，像是要把我看穿。他应该觉得我又是在同他闹脾气吧。周围是他的青梅周露露那边亲戚的催促声，嚷嚷着要他们把婚期也在今天定下来。让人意外的是，顾南行却并没有给出回应。他将手里的酒杯放到餐桌上，沉眸看向我，低声质问：“夏月，你什么意思？”我知道他这样子是生气了，我却只觉得可笑。亏我还心疼他平时舍不得花钱，特地早早过来订餐厅，想带他和女儿吃顿好的。可刚刚顾南行却任由周露露挽着他的胳膊，豪气地说道：“我是露露的男朋友，正好叔叔阿姨还有长辈们过来旅游，今天我做东，所有消费也由我买单。”我扫视一圈，餐厅被顾南行包下，整整20桌菜，极尽奢侈，就为了给他这个念念不忘的青梅撑场面。可当初我妈只是想修葺一下老家房子的屋顶，顾南行不仅1分钱没出，还因为看到我给家里拿了2000块钱，指责我不当家。而如今，他却在尽心尽力地孝敬一个外人的爸妈。甚至我才几天没回来，丈夫都成别人的男朋友了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摇了下头，满不在意地说道：“没什么意思，成全你和周露露罢了，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”顾南行轻皱了下眉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夏月，不要阴阳怪气。”我摆了摆手，甚至回以微笑：“你误会了，我没有阴阳怪气，是真心祝福你们。放心吧，离婚协议书我会尽快交到你手里，你们大胆的去爱就是了。”闻言，顾南行眉宇之间皱得更深了，像是完全没料到我会说出这种话。毕竟以前每次吵架，拿离婚做威胁的人是他，而我永远是低头的那一方。我没给顾南行反应的时间，直接转身准备离开餐厅。可我还没走2步，便被周露露抓住了手腕。周露露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到一边，焦急地劝阻道：“夏月姐，你先等等，听我给你解释。我老家这帮亲戚嘴碎，就因为我一直交不到男朋友，都被他们说闲话好久了。南行只是想趁着我爸妈他们刚好过来旅游，用男朋友的身份给我撑撑场面，顺便帮个忙而已。”顾南行理了理西装，冷哼道：“露露，不用跟他说这么多，他就是小心眼，一天到晚正事没有，只会瞎吃醋。”顾南行轻吃，脸上有得意，也有不屑。我知道他对待感情从不是一心一意的。顾南行很享受我和周露露为了他大打出手，争风吃醋。但会因为顾南行护着别的女人而伤心的我，已经被他亲手杀死了。现在的我平静得像一篮死水，对顾南行再也泛不起一丝爱意。两女争一男的戏码我已经受够了，也不想奉陪了。见我没有像从前那样大吵大闹，周露露不满地瞪了我一眼，假装为难地瞥了一眼身后坐了满满一餐厅的亲戚，
委屈地看着我道：“你要是实在介意的话，我现在就去和大家解释清楚，大不了被他们嘲笑一顿罢了。只要不伤了你和南行的感情，我怎样都无所谓。”闻言，顾南行神色不渝地敛起眸子，可不等他再次指责我，身后便响起了周母的声音：“南行啊，这女的谁呀？你们在那说什么呢？”顾南行缓缓转头，向周母及一众亲戚淡淡解释道：“哦，她是我同事，工作上有事找我。”看着顾南行面不改色的扯谎，语气平淡的如同闲谈一般，我只觉得讽刺。顾南行说完便不再看我，像是为了避嫌一般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毕竟顾南行的话倒并不让我觉得有多意外。别说是和我撇清关系了，为了周露露，他好像什么都愿意做。对，我是他同事，大家吃好喝好，我就不扫兴了。失陪。我礼貌而又疏离地笑了笑。顾南行抬眸，脸上染上一丝诧异的神色。我不仅没发脾气，还顺着他的话圆谎，这是他始料未及的。余光瞥见顾南行愣神地盯着我离开的背影，张嘴像是想叫住我，周露露却轻轻扯住了他的衣袖，恳求道：“南行，别丢下我好吗？我应付不来。”我看到夏月姐上楼回家了，估计是在闹脾气生闷气呢。等一下我亲自去道歉吧。意料之中的，顾南行并没有追上来，而我也没有回头。这家餐厅就在我家楼下，我确实是上楼了，但不是闹脾气，因为我知道女儿安安此时还被一个人丢在家里。我和顾南行都需要上班，平时照顾女儿是轮流来的，但顾南行得空的时候，总忙着要和周露露约会，三番五次将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。我打开门，安安坐在茶几前，怀里抱着一袋薯片。安安，膨化食品对身体不好，你少吃一点。看见我，女儿忙飞奔着扑过来：“妈妈回来啦！妈妈看见爸爸没有？他说11点前会回来的。”我肚子好饿呀！我一阵心疼。现在已经快下午3点了。顾南行上赶着倒贴周露露的亲戚，忙得连一口热食都没空给女儿准备。安安乖，妈妈给你做饭吃。我摸了摸女儿的头，打开冰箱，发现里面的食材都寥寥无几，只能下碗青菜面应付一下。女儿嗦着面，眼睛亮晶晶地夸赞道：“妈妈做饭真好吃。”话音刚落，房门咔嗒一声被人打开了。顾南行手里拎着打包盒，往茶几上一扔，不咸不淡地说道：“别吃那清汤挂面，搞得像我虐待女儿一样。我带了不少菜，还热着。下月你也陪着女儿一块吃点吧。”顾南行眉眼淡漠，语气冷傲，在他看来，这已经算是在给我台阶下了。周露露紧随其后跟了过来，笑嘻嘻地打开打包盒，招呼道：“夏月姐，你出差刚到家，肯定还没来得及吃饭。南行怕你和安安饿着，这些菜都是他特地给你们拿上来的。”周露露惺惺作态的样子，看着叫人作呕。我瞄了一眼，辣炒排骨只有骨，肉都没剩几块，青椒肉丝里也只有青椒。一看就是吃剩下打包回来的。见我迟迟没有动筷子，顾南行用施舍的口吻说道：“露露，不用管他们，爱吃不吃。”我望着满是花椒的打包盒，叹了口气，淡淡道：“顾南行，我和女儿都吃不了啦，你忘了吗？”顾南行脸色一沉，像是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。我吃辣会过敏，女儿也遗传了我这一点。所以平常顾南行给女儿准备吃食时，我都会千叮咛万嘱咐，他却从未放在心上，甚至为了拉近安安和周露露的关系，私下带着安安去吃周露露最爱的麻辣火锅。那一次，安安浑身起红疹，
还引发了急性肠胃炎，被送进了医院。顾南行心有余悸，也难得安稳了一段时间，悉心照料女儿。只可惜好景不长，顾南行和周露露口味一样，都喜欢重油重辣。为了方便约饭，他开始将女儿独自丢在家里，只留下泡面零食，打发女儿的一日三餐。周露露一拍脑门，忙替顾南行解围道：“哎呀，怪我，这菜是我打包的。南行提醒过我，你和安安吃不了辣，我一着急就给忘了。”顾南行感激地看了季晚舟一眼，语气软了3分：“露露也是不小心，下月你就别斤斤计较了。下个月不是咱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吗？大不了我补偿你一顿烛光晚餐就是了。你有什么想要的礼物？”顾南行话还没说完，便被门口传来的哄闹声给打断了。只见周母手里拿着钥匙，轻车熟路地打开了门，带着一帮人进来，炫耀说：“我未来女婿可是大公司的老总，这房子啊也是他的，他把钥匙都给我了，还让我有空就过来玩呢。”周母在看到房间里的人后，声音戛然而止。周母把眉头一皱，额上挤出深深的皱纹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冲进了客厅，狠狠甩了安安一巴掌：“你谁家的小孩？我们刚刚吃的大餐，你凭什么也在吃？哎呦，这可是我上好的梨花木餐桌呀，都被你滴到辣油弄脏了。”这一巴掌用足了力，安安的脸立马红肿起来。安安将头埋在我怀里，哭个不停，颤抖着伸手拉住了顾南行的衣袖，抽泣道：“爸爸，我害怕。他们是谁呀？”女儿话音刚落，在场的人便露出戏谑的目光。我也气怒了，老太婆占为己有的桌子还是我买的呢，就连桌子上的蜡油都是周露露拆打包和留下的。我以为顾南行至少会在谎言暴露后护着女儿把这帮人赶出去的，可没想到他却跟着周母一起，冷眼看着女儿，指责道：“不要撒谎，乱攀关系，我只是你干爹，看你可怜才照顾你一下。”而周母一听，直接拍着桌子怒喝：“原来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，看南行有钱，想赖在他家白吃白喝是吧？不要脸的贱女！今天我就替你爸妈好好教训你一顿。”下一秒，周母随手抄起一个打包盒，竟将滚烫的汤汁全淋到了女儿的头上，随之传来的是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。汤汁顺着女儿的下巴滴落，女儿脸上的皮肉已经被烫出血了。顾南行重重呼出一口气，胸口也跟着起伏了一下，像是没料到周母会做出这种事。而我已顾不得其他，连忙抱起女儿冲进厨房，想先用冷水应急处理一下女儿的烫伤。可我脚还没踏进厨房，便被周母一把推出了门外。她还气急败坏地叫嚷道：“你在别人家里乱跑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快点滚，少在这里讹人！”周母话音刚落，周家的亲戚全都堵在了门口，不让我踏进家门一步。周露露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，还假惺惺地劝阻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大家别伤了和气。南行，既然这位是你同事，要不你送送他们吧，顺便看看伤到了哪里没有。”周露露故意将同事2字咬得极重，像是想要往我的心口上撒盐。可现在女儿烫伤严重，我压根没把周露露的挑衅放在眼里。我忍不住朝着顾南行大吼道：“顾南行，你还是人吗？事到如今，周露露的面子难道比女儿的命还重要吗？”顾南行神色迟疑地看了女儿一眼，犹豫不决。可是他欲言又止，后面的话久久没有说出口。而此刻我对顾南行唯余失望与怨恨。我摇了下头，疲惫地说道：“行，
你别说了，我懂了。你也记住，以后安安和你再无半点关系。顾南行怎样的态度我都无所谓了。当下之急是要赶快将女儿送到医院。我一路连闯了3个红灯，才带着女儿来到了急诊部。医生拿来消毒液、棉签、烫伤药，给女儿处理伤口。安安疼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又因为怕我担心，强忍着没有哭。我看得一阵阵心疼，心脏像被刀绞了一样。女儿还这么小，却因为顾南行平白遭受了伤害。医生收好清理的医用工具，叮嘱道：先留院观察一段时间，记得按时换药，1周内都不能沾水。夏小姐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你女儿脸上可能会留疤，呼吸跟着一滞，心里堵得难受。我怒火中烧地打开手机，想臭骂顾南行一顿，也想问问他为什么对女儿这么狠心。而我刚打开手机，便弹出一条周露露1分钟前发的朋友圈，配文是：和最重要的人在一起是最幸福的事。顾南行和周露露将周母周父围在中间，靠在一起合拍，像极了一家人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，不要我了？女儿偏头也看到了手机上的图片，靠在我怀里，声音带着哭腔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将手机按灭，耐心安抚道：安安乖，妈妈会永远陪着你，以后都不会让你受欺负了。一直到了3天后，顾南行将周露露一大家子人送走，才来到医院。周露露牵着顾南行的手，将1袋苹果放到病房的桌子上，惺惺作态道：夏月姐，我跟南行来看你和安安了。我妈性子直，老家那又重男轻女，前2天的事你千万别在意哈。顾南行长腿一迈，跨进病房，冷脸对我说道：露露的事情已经彻底解决了。安安上次不是说想去游乐园吗？等过段时间咱们一家人。谁跟你一家人？没等顾南行说完，我便直接打断，将一份文件甩到了他脸上，厉声道：别再假惺惺的了，这是经过女儿同意申请的断绝亲子关系的起诉书。顾南行，等着法庭上见吧。起诉书掉在地上，顾南行的手僵在半空中，半晌他才回过神来。周露露先一步捡起地上的起诉书，露出苦恼又着急的神情看着我，苦口婆心地说道：哎呦，夏月姐，你说说你都什么事啊？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吗？一会儿提离婚，一会儿又是断绝亲子关系的起诉书，何必呢？顾南行一听，立马来了劲，直接夺过周露露手上的起诉书，一把扔进垃圾桶里。他轻蔑地睨斜了我一眼，双手交叉在臂弯处，一副识破一切的表情，讥讽地开口说道：夏月，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麻烦你别太幼稚好吗？怎么提离婚没能蒙骗住我，又换了新花样，还什么经过女儿同意？安安她半大的小孩哪里懂这个？你撒谎都不打草稿的吗？我气笑了。顾南行自己做了对不起我和女儿的事，竟然还大言不惭，倒打一耙。他把女儿都害成这样了，我可不惯着顾南行，当场反驳道：顾南行，少贼喊捉贼了，撒谎不打草稿的人明明是你，你可是周露露的男朋友，我们只是同事关系，你现在未免管得太宽了吧？你，顾南行气得眼围染上薄红，拟了个半天，就是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。毕竟这可是他自己亲口说过的话，他反驳不了。最后还是周露露拍了拍顾南行的后背，给他顺出一口气来。周露露站到我们中间，拿出和事佬的样子来，对我劝阻道：夏月姐，你少说2句吧，南航那么做都是为了帮我，你要是气不过，打我骂我都可以，
但别对南行发火呀。而且安安只是个孩子，你一封亲子关系断绝书拿出来，要是以后安安见不到爸爸，他该有多伤心啊！周露露挑拨离间的关系真是一如既往的好，三言两语便能颠倒黑白。露露，你别自责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那种情况下，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？顾南行满是心疼地握了握周露露的手，恶狠狠地看着我道：夏月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就冲着我来，别迁怒无辜的人。顾南行将周露露护在身后，像是护崽的母鸡。周露露朝我挑了挑眉，神气极了，懒得看他们两个在我面前秀恩爱。说实话，挺无聊的。我脸眸淡淡道：顾南行，起诉书是不是真的？你问问女儿不就知道了吗？夏月，收起你那点小伎俩吧，女儿可是最喜欢我了。顾南行勾了勾唇角，自信地浅笑了一下，弯腰缓缓朝着女儿张开了手臂。安安，过来，给爸爸看看伤口。安安害怕地缩到我怀里，浑身颤个不停。爸爸坏，爸爸不要我和妈妈，安安也不要爸爸了。顾南行愣了一下，却还是尽量缓下语气，试探般地摸了摸安安的发顶，安抚道：安安，爸爸真的不知道，爸爸向你道歉，再给你买好看的裙子做赔偿好吗？被顾南行碰了下头，女儿像是产生了应激反应，抗拒地避开，哭喊道：不要，不要打我！女儿表情痛苦，不敢看顾南行一眼。顾南行这才慌了神。顾南行破防地看着安安，喃喃道：安安，我是爸爸呀，爸爸最疼你了，你怎么能不要爸爸呢？周露露将顾南行扶起来，安慰道：南行，你先别着急，估计是因为烫伤的事，安安还没缓过来，这会儿跟夏月姐要更亲一点，你等过个几天，可能就好了。顾南行脸色骤然一变，厉声质问道：胡言乱语，什么叫跟他妈更亲？夏月，一定是你挑唆了女儿，对不对？我们各退一步不行吗？你还想要怎么样？顾南行难得失态，烦躁地揉了揉眉心，又把矛头对准了女儿，低声训诫：还有你顾安安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周露露一吸鼻子，凄凄爱爱地说道：夏月姐，你是不是还在为南航冒充我男朋友的事生气呀？我和南行现在真的只是朋友而已，从未逾矩，你们好好谈谈吧，别因为我这样，我会过意不去的。我毕竟只是个外人而已。夏月姐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去跟公司辞职，然后回老家，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的视线里。周露露才刚迈开腿，便被顾南行拉住胳膊挽留，这是他的惯用戏码，每次都说要走，每次都没走，我都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不等顾南行为了护着周露露再次朝我发火，我便冷笑一下，抱起女儿，径直从他们身边掠过，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顾南行像是被触碰到了逆鳞，一直等我走出病房半米远的声音，才听到他怒吼的声音：周露露，你给我站住！周露露连忙追了出来，两头劝阻道：夏月姐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南行，快出来说两句好话，哄哄他吧。以前吵架，顾南行向来是高位者，被哄的人也一直是他。周露露故意让他服软，顾南行自然是不乐意的，当场放下狠话：夏月，你有种就永远别回来！我置若罔闻，带着女儿办理好了出院手术。顾南行说的对，我确实没打算回去，因为我已经向这里的公司辞了职。当初留在这里是为了陪顾南行，可我为了浪费了这么久的时间，到头来一无所获，就连女儿都没能保护好。我买了当天回老家的车票，也已经在网上找好了一份新的工作，虽然薪水比原来的工作低一些，
但我能腾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女儿。父亲去世的早，我的母亲是个单亲妈妈，将我拉扯大不容易。余下的时间，我只想把精力放在值得的人身上，好好弥补过去的亏欠。见我带着安安突然出现在家门口，母亲差点喜极而泣，惊讶道：“小月，还有我的乖孙女，你们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南行呢？没跟你一起？安安，你的脸怎么了呀？”母亲往我身后寻找顾南行的身影，定睛看到安安脸上的纱布贴后，瞬间慌了神。我叹了口气，将来龙去脉都跟母亲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。我已经跟顾南行提了离婚，妈，我带着安安以后就在这里生活了。母亲听了也愤懑地叹了口气，替我鸣不平道：“你对他这么好，他竟然做出这等事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小月，你是个有主见的孩子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妈都支持你，只要你不后悔就行。”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脸的担忧。我知道她是怕我放不下顾南行，毕竟我喜欢了他那么多年。当初只因为顾南行的一句话，我便放下一切跟他走。可这些年我也真的累了，除了一身伤痕，顾南行什么都没有给过我。我轻轻摇了下头，勉强撑起一个笑：“妈，你别担心，我也不后悔。往后我守着你和安安，这就已经够了。”安安晃了晃小胳膊，朝我母亲撒娇道：“外婆，我好想你啊，要抱抱。”母亲将安安一把抱起来，带着她往里屋走，打开一个箱子，神秘地说道：“安安乖，看看外婆给你准备什么了。”哇，是洋娃娃，还有方糖。安安高兴地拍了拍手，一手拿着洋娃娃，一手抓着糖果。我看着满满一箱子的东西，全是母亲特地给安安留的，眼眶泛起一阵阵酸涩。长辈的好意很简单，只是想把最好的留给小辈而已。箱子里装的不再是普通的东西，那是母亲对安安无声的爱。阿姨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我老远就听到了。夏月，你回家了。从小一起长大的宁琛捧着一盆甜玉米，他站在门口，看到我又惊又喜。母亲先一步迎了出来，忙将宁琛拉进家门。小琛，你来就来嘛，怎么又带东西过来？小月，我跟你说呀，你不在家的时候，这些年可都是小琛在照顾我。我一阵惭愧，同时望向宁琛的目光中又多了几分感谢。谢谢你啊，宁琛。宁琛摆了摆手，红着脸道：“没关系的，小时候我们就常在一块玩，我还老家你家蹭饭呢。我现在照顾阿姨是应该的。”安安拿着一头玉米，两只手捧着啃。宁琛温和地笑了笑：“夏月，这是你女儿吗？多大了呀？真可爱。这次回来打算待几天？”我看着宁琛抽了张面巾纸，细心地给安安擦了擦嘴角沾到的玉米粒，一一回答她的问题。是我女儿，今年5岁，这次回来就不走了。母亲系上围裙，乐呵呵地招呼道：“你们年轻人聊，我去给你们做晚饭。”宁琛欲言又止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吗？”我没打算隐瞒，说了离婚的事。宁琛眼里有担忧，也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亮。我知道7年前，宁琛就收到了大公司的 offer， 他本可以有更璀璨的人生，却选择了留在老家就业。母亲与通电话时，也常提起宁琛到现在还是单身。我鲜少回家，但每次回来都会遇到宁琛，他看向我的眼神，永远如年少时一般。少年的爱意直白而又喧嚣，我怎么又会看不懂呢？我在老家渐渐安定下来，还花钱将房屋好好修葺了一番，想让安安和母亲住得更舒服、更安稳一点。宁琛每天都会来帮忙，再被母亲留下吃饭，直到1个月后，
我接到了一通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。接通的时候，电话那头传来了顾南行的声音，语气焦急：“夏月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要拉黑我所有的联系方式？还有，你给我寄离婚协议书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不想再见到顾南行，所以离婚协议书我全权交给律师负责。拟好协议后，便寄到了顾南行手里。”我语气淡漠，缓缓开口道：“上次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我要跟你离婚，你看看协议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早点签了吧。签完告诉我，我会通知律师过去拿的。”顾南行声音发着颤，还是头一回听他这么大声地质问道：“夏月，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？今天可是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啊！”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日期，还真是。最近太忙，我早就忘了这回事。不过已经不重要了，毕竟我和顾南行从来没有过结婚纪念日。以前都是我选好餐厅，提前1、2周就开始准备，而每次到了约定时间，连顾南行的人影都看不到。不是因为周露露下雨没带伞，就是因为周露露开车被人追尾，急需顾南行过去解决。顾南行嘴上说着抱歉，之后回到家再给我一件礼物作为补偿，而他送我的礼物也总是先一步出现在周露露的朋友圈里，被周露露拿来炫耀。可人的心只有一颗，怎么能同时分给2个人呢？未免太廉价了。现在想想，过不过纪念日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从前不曾得到的，如今我也不会稀罕。我懒得再和顾南行多费口舌，直接挂掉了电话，连着这个号码也拉黑了。果不其然，毫无意外的1个小时后，我又刷到了周露露的朋友圈，图片里周露露与顾南行依偎在一起。我一眼认出来，这是一家情侣主题餐厅，还是我被顾南行爽约的那一家。他从来没和我来过。一桌子的美食，中间还有一大束艳红的玫瑰花，红的眨眼。周露露给这条朋友圈配文：“想与你岁岁年年共华发。”评论底下的共同好友已经磕疯了，清一色的祝99。我心平气和的也跟着点了个赞，直接在评论区将顾南行拉出来，评论道：“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记得快点把离婚协议书签了，好给你的新欢留个名分。”发完这条评论后，我便收起了手机，忙着处理工作。不曾想，当天晚上便来了2个不速之客。顾南行风尘仆仆、愁容不展地出现在我面前时，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夏月，跟我回家。”我嗤笑一声，冷冷道：“家？别开玩笑了，那里是你的家，是周露露的家，却唯独不是我和安安的家。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，不劳你挂念。”周露露着急地向我走过来，忙打开手机举到我面前：“夏月姐，你是不是因为朋友圈的事情生气了呀？对不起，是我做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只是比较喜欢记录生活而已。你看，这条朋友圈我已经删除了。”我斜睨了周露露一眼，讥讽道：“虽然你每次都犯同样的错误，每次也都不改，但这都和我没关系了。少在这惺惺作态，看着叫人作呕。你有这闲工夫，就快点劝顾南行把离婚协议书签了。怎么，当3让你很有成就感吗？”周露露涨红了脸，委屈的不行，声音细如蚊蝇：“夏月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拆散你和南行，我只是贪恋南行对我的好，所以才和他走得近了些。”够了！顾南行厉声阻止，怒气深深地盯着我，斥责道：“夏月，你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要不是露露怕你误会，拉着我来找你，你以为我愿意过来见你吗？
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知不知道我们赶过来，连饭都没来得及吃？我轻轻哦了一声，语气淡淡，看来是打扰你们约会吃烛光晚餐了，那还真是抱歉呐。顾南行眉间越皱越深，像是对我不咸不淡的态度感到不满。顾南行疲惫地揉了揉眉心，终于低声说道：“行，下月要离婚是吧？可以，女儿的抚养权给我。”我被顾南行的这番话给逗乐了，冷冷提醒道：“顾南行，你忘了断绝亲子关系的起诉书了吗？那可是经过女儿同意才申请的。虽然官司没打赢，但就算离婚，女儿也不会跟你走的。”顾南行不以为然，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高傲。那是你挑拨了女儿，安安只有跟我走，才能得到更好的生活。我气笑了，当场怒对道：“更好的生活？顾南行，你好意思说出口的吗？你出去和周露露约会，拿泡面零食打发女儿的一日三餐，纵容周露露的母亲虐打女儿，让女儿脸上现在还留着疤，或者是带女儿去吃周露露最爱的麻辣火锅，导致女儿过敏，急性肠胃炎发作，被送去医院。我越控诉，越心疼女儿的遭遇，深深呼出一口气，才继续说道：“顾南行，少在我面前装好爸爸了，你自己摸着良心想想，你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周露露转的，因为周露露，女儿受到的伤害还小吗？”顾南行暗自低下头：“妈妈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站在门口干什么呀？”睡觉醒来的女儿揉了揉眼睛，走到我身后，睡眼惺忪。顾南行的目光落在女儿身上，提议道：“既然都想要女儿的抚养权，那就让安安自己选好了。”说着，顾南行便弯下了腰，对女儿轻哄道：“安安，你跟爸爸走好不好啊？爸爸给你买最贵的小裙子，还能出去玩，吃大餐。”顾南行自信一笑，还不忘仰头朝我勾了勾唇角。或许他以为钱能买到一切吧，谁料安安却后退了一步，抓着我的手，摇了摇头说：“不要，我不跟爸爸走。爸爸只喜欢周阿姨，不喜欢安安，只有妈妈最爱我了。”顾南行破防了，蹙着眉，哑口无言。正此时，周露露接到了一通电话，语气焦急：“南行，我妈妈生病了，现在人在医院，怎么办？”顾南行回过神来，下意识地扶住周露露，温声安慰道：“你别急，露露，我就带你回去看阿姨。”顾南行挽着周露露走了好几步，才转过身来想起我。我把大门一关，冷冷道：“离婚协议书记得签，不然我就要起诉离婚了。”几天后，我收到了顾南行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我知道，这一刻我才真正解脱了。再次见到顾南行是3个月后，尽管他穿着一身裁剪得当的高档西装，却难掩憔悴。顾南行死死拉住我的胳膊，恳求道：“下月你再给我次机会吧，我们复婚好吗？周露露那帮亲戚太不要脸了，他们霸占我的房子不说，还逼着我跟周露露结婚。不仅如此，周露露妈妈还狮子大开口，让我给她2个弟弟出彩礼钱，求你帮帮我吧。”我知道顾南行并不是真的想挽留我，他只是怕自己的利益受损罢了。这位先生，麻烦你离我未婚妻远一点，行吗？宁琛从我家出来，一脸鄙夷地望着顾南行。未婚夫什么意思？下月他是谁？顾南行懵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直接往他手里塞了一张结婚请帖，淡淡解释道：“这是我的青梅竹马宁琛，我们上个月就已经订婚了，准备在今年国庆把婚礼也办了，欢迎你来参加。”顾南行不甘心，赖在我家不肯走。
我把周露露从黑名单里放出来，给她发了条消息。没过多久，周家就来了好些人，直接将顾南行带走了，都不用我动手。母亲已经做好了饭菜，安安过来喊我们吃饭，走吧。我牵起宁琛的手，相视一笑。阳光炽热，来日方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